欢迎收看《宝洁点评》。川习会还有伊朗的战况，这两个看起来毫不相关的东西，已经被川普牢牢的绑在一起。我们之前讲过，就是3月31号，川习要见面。可是川习不见面，并不是因为中国不愿意护航，而是因为他的战况没有受到控制。也就是现在川习会要见面的前提，就是川普已经牢牢的控制伊朗的状况，川普要牢牢的拿着这个伊朗的战果，才要去跟习近平见面。所以这两者耐人寻味，到底伊朗对川普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而伊朗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压力？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两者之间绑在一起？而且川普讲说，现在川习会往后推迟多久？推迟4到5个礼拜，是不是这4个到5个礼拜就是川普的 deadline？ 而且你现在看到了，川普现在已经动用了2栖部队了，现在已经用了所有的重磅炸弹，现在也开始最后的猎杀行动，而这些猎杀行动是不是都为最后的伊朗战局清理战场做准备呢？好，我们今天请到4位来宾，对方首一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好。好，第3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好，第4位是资深的分析师高子旭，大家好。好，川习会跟伊朗的战局看起来是2件事啊，是。可是你刚才跟我说，现在原来在川普的战略里面，他把它绑在一起，对，也就是今天处理伊朗变成是川习会的前提，伊朗不解决，我跟习近平就不见面，没错。所以伊朗跟习近平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你说现在已经拖了，我说在接下来4到5个礼拜。这4个到5个礼拜就是川普的 deadline， 而川普的 deadline 现在怎么去处理？对，他已经有作为了。没错，你从川普的反应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把伊朗的问题跟他跟川习会2个牢牢的绑在一起。为什么？他今天接受到媒体的访问的时候就问说，那你可能要延迟多久？他说大概延迟4到5个礼拜。对，那为什么要延迟4到5个礼拜呢？因为他现在要加紧的攻击伊朗，火力全出的攻击伊朗。他要务必要夺下2个岛，一个叫格什姆岛，一个叫做哈尔克岛。我只要夺下这2个岛的话，我就可以控制整个中国的石油的时候，川习会的时候，我再到这个习近平的面前说，你现在的石油都控制在我的手上了。你要买什么这个波音的飞机啊？你要采买大豆啊？看你要不要。也就是现在川普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战局？是他这个伊朗的战局什么样时候可以收尾？对，他的关键只有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对，也就是我今天如果可以打通荷姆兹海峡，既然荷姆兹海峡不再被伊朗所控制，是所有的船只可以安全的通过，对，那就代表我就可以离开了，对。可是如果你要控制荷姆兹海峡，我们现在也慢慢的了解了。之前当然讲说哈尔克岛非常重要，对，那这个是它油源跟那个所谓炼油的重要地方。还有一个关键，你说现在就是克什尔岛。克什姆岛现在的包括我们讲的，会有个迪里波里的远征军，对，包括82空降师，是，包括最近我们刚刚讲在沿岸的这个轰炸，对，都跟他要夺取克什姆岛有关系。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局势，其实很清楚，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为什么？现在川普的目的就是要夺下这2个岛，一个叫哈尔克岛，一个叫格什姆岛。我夺下这2个岛呢，我跟你讲，中国的石油呢就断了。为什么我敢这样讲？第一个。哈尔克岛目前为止来说是伊朗最重要的油源，80%都来自这个地方。那伊朗的油大部分到中国去。好，我控制这个岛的时候呢，伊朗第一个革命卫队大概没有油源的，再来控制中国的油。所以为什么你看最近呢，他派什么82空降师去了？迪里波里号的这个远征军来，都是要登陆作战啊，是2栖作战。再来他派出什么 A-10 攻击机啊 ？A-10 攻击机要做什么？沿岸的扫射啊。另外他现在用了什么 GBU-72的钻地弹啊？钻地弹打什么？打它这里面的这个沿岸，它有非常多的飞弹设施，有非常多的重武器的设施。我这样不断的打，特别是克什姆岛。克什姆岛，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你就非常清楚。通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其实要通过北边这个地方。克什姆岛就是控制荷姆兹海峡最重要的一个岛。我只要拿下了克什姆岛，我就控制了荷姆兹海峡。对。所以我现在狂轰滥炸，现在他几乎都在狂轰滥炸这个地方啊。然后等到迪里波里号来了之后呢，我是不是就要登陆？所以其实他作战的非常清楚。那他画下一个 deadline， 他今天讲延期4到5个礼拜，大概我跟他推算时间，大概是在4月底的时间。所以我就想，战事伊朗这个所谓川普已经非常决心，就是要这个时候解决。那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宝洁人会怎么样？你知道？继续延。反正川习会我就不会见面，我会等到解决了伊朗之后，我才要跟习近平见面。因为这2天我们就看到了。原来现在美国大量使用 GBU-72，是这个 GBU-72原来是专门因为伊朗的地形所设计的。因为伊朗地形来讲，我得 F-15我就可以这个携带，携带了以后我就轰炸，轰炸了以后，导播我们看那个画面，它等于是荷姆兹海峡周边沿岸，你只要觉得说我把它侦测
你这边里面有躲飞弹，对你这边有躲部队，你这边有躲无人机，你这里有任何这个所谓的这个战士所躲藏的地方，是我全部都把你炸光光。没错，现在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已经证实了，他在这个地方荷姆斯海峡附近呢，丢了很多枚的5000磅的 GBU-72的钻地弹。而且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是钻地弹是什么样子的？你看，他用 F-15就可以。我们要再清楚看到，对，这个就是荷姆斯海峡。对，荷姆斯海峡最陡的这个地方，对，也是刚刚讲哈尔斯的岛的那个附近。克什姆岛。导播看到，导播看，就这个区域。对，我针对这个区域，透过 GBN-725000磅的炸弹，对，在这里进行密集轰炸。对，好，那我跟他讲，这是什么飞弹？它这其实透过所谓的这个 F-15就可以搭载。你看这发射出去的样子。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样子来说，你看它前面，大家可以看哦，它前面有非常多的铅块组成的铅块，对，这是铅块。你看，这前面是铅块，所以它等于是高空丢下来的时候，它就是要钻地进去。那钻地进去来说的话，它可以穿透12层2.5公尺厚的强化混凝土板，最终可以大概贯穿大概60公尺左右。对，那我想，因为很多伊朗的这个土地、这个设施下面都埋在地底下，所以呢，我这个其实呢，在之前的这个伊朗攻击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行动的时候就已经有用过，现在我再来用。好，那这个等于是用 F-15就可以投掷这个，所以等于是要把这些地方，把它这个地面的清理干净，先把它扫除干净，这就是目前为止美军的这个想法。也就是我现在最终要的是科什姆岛，是科什姆岛以后，我要把周边的清理干净，对，而且不但清理干净。现在死神无人机在上空，随时在监测当中。对，好，不止死神无人机，我们跟大家讲嘛 ，A-10 攻击机不是来了吗？宝杰，那 A-10 攻击他就直接跟你讲，他现在美国也直接跟你说，他们在这边执行所谓加油任务。为什么要执行加油任务？因为不断的飞。不断的绕，他要在这边不断24小时的攻击。好，他说呢，他装了这个小牛的空对地，就是要射你地面的武器，还有这个 APKWS 的激光制的这个导火箭，就是这个部分。这部分呢是每一次发射大概2.5万左右，它非常轻，但它主要攻击什么？攻击轻型的这个目标，然后还有什么这个30毫米的这个机关枪炮，这样不断的扫。所以它很明显嘛，它就是要扫地面的所有的武力嘛，因为。现在 A-10 号称就是油猪，是油猪，看起来它其实长得很丑，而且它已经是一个非常老的飞机。是，那这个老的飞机它有个非常恐怖的是，它现在是美国空对地火力最旺盛的。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我用 BGM-72，我用这个钻地弹，你只要躲在隧道里面，我就把你给炸掉。对。可是你的地面部队，你只要敢出来，只要露一个脸，被我侦测到了以后，我的油猪，我的 A-10 就来了。对，所以我说为什么美军现在是狂轰滥炸？我们刚才讲了 F-15出动钻地弹，油猪在空中飞，不断的扫射。现在 B-52也来了。B-52它丢什么？它丢 AGM-158的这个 JASSM 的飞弹，它这个飞弹来说也是可以攻击，所以等于是美国你看狂轰滥炸，在这个地方就是炸。炸！你看为什么要炸？很多你看，包括说伊朗的巴斯基的民兵啊，还有包括很多伊朗的兵啊，他都躲在这个所谓防空洞，或是躲在检查哨里面，我就用这样不断的炸，务必把你所有的这个有生力量把你炸毁，把你摧毁，甚至动摇你的作战意志。因为川普现在有2个战略目标，一个战略目标当然是我荷姆斯海峡能够顺利通行，第二个他也在讲说，你伊朗人自己要起义啊，伊朗人要自己推翻你的政府啊，伊朗人要自己接管你的政权啊。可是现在伊朗人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的巴斯基民兵很多。他的巴斯基民兵在很多的路上都会弄了一很检查哨，弄了检查哨了以后，你只要有人在路上随便乱动的话，我就把你给抓起来。就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巴斯基民兵，他们现在很多地方设了检查哨，在很多地方开始游动，结果呢？现在很多伊朗人就开始通报，你这些巴斯基民兵的检查哨，你这些巴斯基民兵的人在哪里？现在也变成了猎杀的目标。对，美国就不断的轰炸。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美国什么时候会进入决战呢？现在全世界在盯什么？迪里波里号。现在被他发现到说他已经来到新加坡了，所以这个时间点在过去的话，可能在未来1个礼拜之内，搞不好他会抵达到前线。抵达到前线的时候，他就准备要动手格什姆岛。我们就跟他讲。哥斯姆岛在这边，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在这边。那我们刚才不是跟他讲吗？事实上，穿过荷姆斯海峡都是要通过北边这个地方，对，因为跟这个科什姆岛靠得非常近，所以等于伊朗过去就是靠克什姆岛控制了整个荷姆斯海峡。所以美国现在就简单，我就把你端掉。好，那克什姆岛，你看他们这边有，他们是伊朗第1海军革命卫队第1海军分队的重要基地，它里面有非常多船只，但是它飞的船只不是大船只，它都配小船只。他比如说什么
我可以发这个鱼雷，或是可以装雷的多管火箭炮的简单的快速的这个快艇，然后或者是说还有很多的渔船，我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用狼群战术啊，丢这个水雷啊，或者这样给你骚扰，这就是他现在目前为止美国要端掉的。那不是跟我们金门马祖的水下隧道一样吗？是一模一样。然后它在这个里面来说，也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地底下的这个层，它里面有包括说各式各样的飞弹啊、无人机在这边。所以美国为什么要出动 GBU 的这个72的这个飞弹，它就要把这些炸掉。对，所以现在美国就是狂轰滥炸，等到底里波里号抵达之前，我务必要把上面的大部分的军事力量给你清除掉。所以我就说，接下来几天，美军以色列一定会狂轰滥炸这个区域，炸到搞不好会片甲不留的一个情形。好，所以吴总现在看起来真的，川普已经把川习会跟伊朗两个绑在一起。伊朗不解决，我跟你习近平就不见面。如果我伊朗解决的话，我等于手上拿了一个很小扁担、大扁担，我就直接去见习近平。那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天大地大的压力。而现在就看到最后的战果是什么？现在刚刚讲的，我们之前讲过哈克岛。哈克岛是等于是伊朗在北边这个地方是它最多的产油区，很多的油管，这些油管产油区都会送到哈克岛。哈克岛了以后，因为这个地方是唯一的深水港，它其他地方水都很浅，它没有办法停泊大型的油轮，只有哈克岛才有办法停大型的油轮，所以它必须把所有的油在这个地方装了以后再离开。可是除了哈克岛以外，刚刚讲的克什姆岛就是控制整个荷姆斯海峡最狭窄的那一块。你说现在你已经研究过了哦。这个地方真的就像我们金门马祖一样，里面都是坑道，里面层层叠叠，而且里面刚刚讲到它非常的戒备森严，这就是整个美国跟伊朗的最后决战点。对，这个克什姆岛你看你现在看这个图你看多可怕一个岛。它从16世纪开始就被就是波斯湾真正的管制口在这个地方。我们搞了半天，我今天才搞清楚，对，为什么每一个国家都要来拜托伊朗说，让我的军舰、让我的油轮能通过？他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他不是空军已经空优了吗？对，海军被炸光了吗？对，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了。那奇怪了，那就是他如果乱丢水雷，对不对？那怎么管制呢？对，错了。它有这么一个岛，这个岛总共1445平方公里啊。很大一个岛，然后它距离就在距离这个最短的这个30几公里的那个海口部分对，非常接近，就卡在那个尖端的地方。然后它跟伊朗的这个本身领土的距离20公里而已，补给管线方便不得了。对，你看到了没有？它这边有什么？有飞弹发射井，也就是我如果从外表上看的话，你只有看到什么？看到雷达啦，你看到一些军营的驻守啦，但真正可怕的是，搞不看。我的发射井在这里，甚至我很多的周边的设施的补给都在底下。车辆，这第二层有车辆在跑，还有车子跑，这边还有车子可以下来。对啊，它是一个建设非常完整的一个管制中心，然后包括飞弹发射中心，有无人机，有水雷，有飞弹，它从雷达还有雷达，所以我就搞懂了原来他现在他不是要攻击，他是要管制。他不是封锁，他从来没有要封锁荷姆斯海峡。对，它是一个管制中心。管制站。我现在放你走，1号可以过你就过，2号不能过。我告诉你，我警告，我要飞弹现在把你锁定。对。它可以一艘油轮个别锁定，我就懂了。你今天要过荷姆斯海峡，最窄的就在这个地方，最窄的区域里面，这个地方只有30公里，最窄30公里里面刚好又被这个荷姆斯岛卡住了以后，你每艘船经过都在我的眼皮底下。对，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封锁，是管制，要有效管制精准管制所以每一个国家只要跟伊朗瞧好以后，它的油轮都能过，对不对？所以中国油轮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开始在回想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前2天要先去轰炸这个哈克岛？先轰炸哈克岛的目的何在？这就是川普要用的一个渐进式的有效战争。他先轰炸哈克岛，警告伊朗说：“我可以轰炸你的油田。”也警告了中国。好，那现在这个仗怎么打？我现在搞懂了嘛？他不会占领哈克岛，对，他占领葛什姆岛。因为他占领葛什姆岛的时候，就占领他的管制中心。对，
如果这个管制中心，他现在是用钻地弹去炸它，对不对？炸它让它不能动弹。它更重要的，他派兵去，如果他占领这个管制区的话，对，那然后美军就管制了这个，就这个管制点变成美军控制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岸上的兵力要支援它的话，不错，会有困难，对。但是在相对性来讲的话，你失掉这个管制能力的情况之下的话，它的对内的压制跟这个整个的油源的控制跟力量来讲的话，就回到整个指挥权。就回到了美军手上，对，所以我大胆假设，他这次派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远征的海军陆战队的占领地点攻占，他要占领才有用哦，因为这个地下太深了，你轰炸没有意义的。对，他轰炸的目的是为了排除第一阶的障碍，他其实是要准备占领。导播再看这细一点，他的车子是可以在这里跑动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是剖面图嘛。但是你看平面的话，它一定是在另外有两边嘛，一边是接了跟伊朗领土距离20公里嘛，一边是干什么？一边是航道嘛，所以它对航道部分作战，或是要管控，所以搞个像平交道一样，知道吗？平交道，那个火车平交道，它在北塞轨，对，搞这个玩意，所以它早就存在了嘛。那美军一直在考虑怎么处理这个玩意嘛，对，因为它这个油是给。它的油只要给中国，它可以过啊。对啊，那哪一个国家不能过？那美国不需要啊，美国自己的油是外销啊。整个波湾的都不可以，沙烏地阿拉伯都不可以。波湾的不可以过，他把你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搞死掉，让你整个石油的价格给你涨到200块，创造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了。靠的是什么东西？就靠了这个收息，这个钥匙管制点，把管制到所有的这个出入的。这个精准的管理。好，廷伟刚刚讲到，现在的战况，该按照你来判断的话，也真的到了最后的时刻吗？而这个最后时刻，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他现在要清理战场，没有想到刚刚讲的，现在荷姆斯海峡周边这些我已经狂轰滥炸，我在清理，让你们退役还说骗船不能入海，就以前清朝在管海禁那种做法。第二个就是我把克什布岛，我把它给这个完全的占领。第三个，猎杀持续进行，他最新猎杀的那个人。居然是现在伊朗的实职领导人，而且是最强硬派的。你知道啊，其实所有的军事活动都在为接下来的政治上的谈判做努力。你知道拉尼贾尼他就是号称哈米尼最重要的亲信，而他现在所领导的国安会的概念哦，底下就是所谓的革命卫队，就是听他的。所以其实上他是革命卫队的头，对，所以表面上他。基本上说，这个次子他是一个所谓的新的领导人，对，但是这个次子有可能也是被按照川普的说法，应该是被暗杀掉了。那如果说背后来讲的话，那个傀儡就是这个拉尼贾尼，所以今天果不其然，拉尼贾尼就是被以色列证实说暗杀掉了。那包含他的儿子也被暗杀掉，拉尼贾尼的儿子也被暗杀掉，一起暗杀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那就凸显出这个川普所讲的没有错，他不知道跟谁谈，因为伊朗内部来讲很乱。到底是要听温和派的总统，还是要听强硬派的这个国安会的这个首长？所以就拉尼贾尼。那你说这么重要的人，他为什么会觉得暴露在危险？就是这个画面，他太cozy了。他觉得我的防卫很安全。当你们一直说我要被猎杀，而且现在整个伊朗群龙无首的时候，我就故意出来走给大家看，我让人家知道我还存在。因为他为什么重要？他比那个哈梅尼的儿子更重要，哈梅尼的儿子不在根本不重要，是他在才代表真正伊朗的头领导中心还在，所以我必须要走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就没想到你一走出来就被盯上了，被盯上了以后不到5天就被杀了。是，也就是说以色列、美国早就盯上他了。那为什么呢？其实我说川普应该也有跟拉尼贾尼在谈。但问题是，他是强硬，基本上一直低头不下来，也就是说不愿意答应川普所提的条件。所以现在其实川普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把整个伊朗的所有东西掌握在我的手中当中。这个强硬派去掉之后，温和派上来之后，我可以扶持这个政权。因为我们说过，其实现在的伊朗人民并没有上街头了。伊朗人民来讲的话，现在也被压制住。而今天如果说要寄望于这个伊朗自己去改变这个政权也是不合实际的，所以今天川普所要做的动作就是从既有的政权当中去拉出一个他可以谈的人，而且可以跟他这个所谓的妥协交换条件的人，然后
再由川普来控制整个荷姆斯海峡跟所谓的伊朗的所有的对外输出的石油的时候，这时候他才会去跟这个习近平来谈判。而且我们知道，在猎杀拉尼贾尼的过程里面，居然充满戏剧性。既然刚刚讲，你刚刚导播我们在看刚刚的画面，他出来，本来我一直找不到你的踪迹。是，当你出来了以后，你看后面不知道是谁，有一个以色列的间谍，那个以色列的间谍居然就是盯着他，然后恐怖的什么，在他的身上放了一个追踪器。这个追踪器现在众说纷纭，但总之是放了一个追踪器之后，不管你去哪里，美伊都知道，美伊都知道的状况下，就把它给炸了。对，你说旁边这些随扈也好，或是旁边这些安全人员也好，基本上很多都是摩萨德的人，还有或是 CIA 的人，但是比较多是摩萨德的人。但现在就是说，其实早就知道他行踪在哪里，就是说他要不要曝光这件事情，他要不要妥协这件事情，其实才是最后决定点。因为其实要取伊朗的所有的人的项上人头，对川普来讲的话都是小事情。但重点是说，你到底值不值得我取？或者是说，这个时间我要取你的项上人头，其实他的出现，他再强硬下去来讲的话，因为他不妥协嘛，对，所以今天摩萨德就动手了，这个美国就开始动手了。而且现在还传出一个消息，这次不是狂轰滥炸吗？那不是很多人不是在里面那个隧道里面吗？是，居然有大疆无人机的工程师。是的，居然有中国的雷达专家，有中国的防空的飞弹的专家，他们居然现在也都被困在伊朗里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跟伊朗之间是有合作的，这包含雷达的合作、飞弹的合作，甚至还传出有核武的合作。那现在来讲的话，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14研究所，还有第22研究所、第38研究所的工程师们，现在全部都被困在伊朗境内，而且可能困在这个地洞当中。还有呢，甚至有些早就在前一波当中被 F-35炸掉了。所以今天为什么中国胆战心惊呢？刚讲伊朗现在有无人机，现在伊朗有防空网，伊朗现在有飞弹，不是说我这原来还有特别派了中国的科学家去做技术指导。当他在技术指导的时候，没有想到来不及跑掉。对，所以你看到现在中国可能要湮灭证据。如果说这个美国的2栖作战队上来之后，如果进入到伊朗这个境内，他如果登陆的话，去搜索资料的话，说不定就找到很多是伊朗跟中国联系的证据，那就麻烦了。所以这一阵子我们不是传出说中国有3个著名的中国科学家被抓了吗？有人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认为不是。我认为这3个当中，一个是雷达专家，一个是核武专家，一个是电子系统的相关的专家。而这些东西，这3个会不会就是跟伊朗之间是有联系的？而现在正受到所谓的中国政府的保护，因为等于说你等于是软禁他，不让美国找到。对。但是同时间也去湮灭所有的跟伊朗之间的证据，以利接下来来讲的话，如果当川普找到证据的话，习近平可以跟他讲说，这不关我的事，这个就是民间的他们去做的，跟我没有关系。这些人来讲的话，已经都不在我的政府单位里面。而比较可以说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很多人说是贪污腐败，但是对他们来讲的话，这种科学家贪污腐败，怎么会是直接把他们从3个网站上的介绍把它拿掉？同时间这3个不知去向，然后呢，这3个也没有受到什么党的调查或什么之类，这些讯息都完全没有，就代表说中国在湮灭相关的。有没有一种可能，也就是今天中国跟伊朗吹嘘说我的防空设备有多好？我现在这个雷达有多强？那我这个雷达是可以把 F-35给侦测出来。你刚刚导播在看到那3个科学家、那3个工程师，他们就是负责宣称哦，他们是可以侦测到了 F-35，可以侦测到 F-22，所有的隐形战机我都可以，而且我的防空雷达是非常精准的，我雷达也强，我的方向结果都没有作用了。是，我被你们骗了，我以为你们搞得很厉害。结果拿你们东西，我去卖给委内瑞拉，拿这3个人东西拿去卖给伊朗，就搞了半天都不能用。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因为委内瑞拉跟伊朗曝光了他们这几个科学家跟他们搞的事情来讲的话，都是烂东西，就是废铁，就是川普讲的废铁，所以以至于他们被查说到底中间状况是怎么样，所以这就等于中国的官员上下其手的概念，就隐瞒习近平，这也会让习近平更加慌张。为什么？我不晓得底下的人到底欺骗我什么东西。我一定觉得你在骗我。是，一定是等于说我以为很厉害，但是大家其实都不很厉害啊。所以这个事情也是有可能。所以其实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这个避免让大家知道他的底细在哪里，一免就是说跟伊朗之间联系；一种就是说避免自曝其短。
所以我们才会说，当川普要求习近平派军舰到那里之后，我说不会，为什么？中国海军一向不会自曝其短。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